谢宜容，哎呀，他自夸署长是他的师父，而且他常常跟部长通电话，我跟高层好得不得了。哦，洪胜汉说，因为他的高压管理造成寒蝉效应。我真的不懂哦，就是说，我也在政府机关里做过哈，怎么会一个什么北区什么分署长，又不是什么多大的官哦，这么大的官位啊！哦，下面人被他这欺压的完全不敢抵抗，也不敢抗议，也不敢反应，就这么厉害啊！这一官能够做成到这样的地步啊，这什么时代了？实际上让他觉得说，简直是不可思议哈！而且如果不是死了一个人，他会继续嚣张下去啊！哦，轻生的这个公务员曾经说，这个吴先生说，他叫他交一个 AI 的报告，他可能搞不懂 AI 是什么，因为行政院搞 AI， 交不出报告你就自我了断，看一下。造成了吴姓公务员生前莫大的心理压力跟疲劳，这一点，就我们调查委员会所有内外部的委员都认定，这就是霸凌。没有办法证明别分署的长官他有实际上言语辱骂、丢公文或霸凌对这位我们亲生的同仁。劳动部记者会同一地点，时间隔了将近1个月，报告内容天差地远，上回无法证实，这回直接打脸。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调查报告答应过同仁的妈妈，我会给她一个交代。舆论炸锅后，新任老长洪胜汉临危受命，为了挽救公部门信誉，新报告赶工出炉。吴姓公务员的轻生跟谢宜容交办的不合理的工作，当然是有关联的。11月第一份调查报告说，谢宜容对工作要求是目的良善，最重要的是无法证明有无霸凌。12月11号报告完整说明，谢宜容在任内态度多跋扈，交办给吴姓公务员几乎办不到的任务，专案预算还被砍了2790万，会轻生就是因为他。吴姓公务员就有向同事表达，如果做不出来，那就自我了断。能救扶专案就是造就最后这个不幸状况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回2.0版本由洪胜汉亲自担任调查召集人，内部委员有2人，外部调查委员有4人。再来看看11月19号1.0版本，由已请辞的政次许传胜担任召集人，内部委员多达6人，外部仅2人。虽然说是外部，但这2人头衔仍属于劳动部，而不是踩在一个听信压迫者他为自己开脱的说法。这话如同在说出版报告原来只是为了掩护开脱。我从开始调查到现在只有10天的时间。好吧，现在说他涉贪又霸凌啊，那劳动部长呢洪胜汉说他有7大罪状啊。那另外呢，这个谢宜容规定他的同仁在走廊跑步至少要跑20分钟啊，而且呢时间到还要推播出去给他看啊。另外呢，这个劳动部因为之前是说他是目的是良善的，哦，手段也许呢过于激烈，但是目的是好的。黄国昌就说：“你断点设在谢宜容背后的靠山呢？他的靠山有没有责任呢？”韩美玲。我最近看到这个新的报告出来以后啊，我不断脑里一直浮现出一幕，那一幕就是这个何佩珊啊，当时还在接任劳动部长的时候啊，在备询的时候掉下眼泪。那我真的觉得现在觉得那个眼泪非常的讽刺，真的就是鳄鱼的眼泪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他怎么讲的？他说这个调查报告是经过专业、客观、公平，还有很多的资料跟佐证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说这个谢宜容的管理的方式不是这个同仁离开的直接原因，这也是他当时下的一个结论那他怎么说这个同仁为什么会离开？他说是因为他长期单独从事单独的工作，好像想形容一个是他因为太孤单了一个人，那所以呢，是不是一个人产生了抑郁？好像想要把它导入这个部分那再来他又提到说那可能有超时啊、量大那最后因为他的挫折感没有人去支持他了。总之好像都是这个亲生的同仁，他在内心产生了一些状况，没有及时得到辅导的那种感觉，想把这个事情去轻化。那刚才其实赵大哥有讲过，那个报告里头让大家最不满就是讲到目的良善跟利益良善，但事实上海科馆
教育部海科馆也是有一个霸凌案，当时其实我们办公室去询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个案子也是有不当，但是求好心切。所以一个是目的良善，一个是求好心切，就想把这事带过。如果不是这一次，真的民怨非常的沸腾，我觉得不会有这个何佩珊下台，然后重新去调查这个事件出来哦。那好了，在当时其实我们有在讲，那为什么谢宜容不来备询？谢宜容为什么不出面去道歉？录了一个不痛不痒、乱七八糟的影带就要交代过去了吗？那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何佩珊是说，哎呀，你们也要体谅一下，他现在心理状况也需要辅导啊，然后他可能也要看医生了，他身心状况不太好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整个劳动部所有的调查其实都是在包庇。那怎么可以看出来？就是现在新的调查报告去验证的。因为刚刚有讲嘛，有7大罪状，好不等哦。我们现在他说霸凌确认这无误哦，而且这个高压管理寒蝉效应，那也讲了同仁轻生跟谢宜容当然有关。所以你看前后差这么多，我觉得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可能同一个劳动部同一个事件，但是前后调查有这么大的落差？那这中间到底谁在包庇这个落差哦？那我们再来看到，其实我们这次讲到所谓的给这个轻生的同仁一个叫做智能就业这个服务方案哦。洪胜汉有出来讲说劳动部并没有要推这个专案并没有。那是到底谁主张要做这个专案？而且这个专案一开始还说有一个3400多万的预算，后来案子出来以后，那谢宜容不满意说不行啦，太贵了，给我改成1000万以下。那不是开人家玩笑吗？如果这种专案你要交给下属去做，那你要把这个专案的规模、内容先讲好。你什么都没有讲，那直到人家在做出一个低于1000万的专案750万的时候，你又说不可以，重新再来过。那再重新再来过的那一天，其实就是他选择离开的那一天，因为我觉得那个压力已经爆棚了。那所以我要讲说，这两个这个调查结果相差这么大，我觉得劳动部必须出来交代，行政院必须出来交代，到底是谁在包庇？前一个在调查当中想要去敷衍人民、敷衍百姓，那现在这个出来以后，后面的惩处又应该是什么？可是我们要讲，劳动部绝对不止一个霸凌的案子这么简单。我们看到，其实就业安定基金这几天我们讨论的如火如荼就业安定基金我认为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就是这个许明春拿来唱唱歌、跳跳舞、做做自己的专辑等等。我觉得应该要全面去普查，到底就业安定基金用在什么地方了？那每一笔经不经得起考验？因为不要上梁不正下梁歪。洪胜汉上任的时候，他还讲了说这个经费支出是没有问题，后来看风向苗头不对，才改口。我在这里其实也要奉劝洪胜汉其实他上任这几天，大家对他有一个评价是说他以前在当不分区的时候很彪悍，终于他不分区应该很强悍。那他来到劳动部长以后，大家对他评价是说还算沉稳这个该承认的有承认，该处理有处理。但是呢，我们希望他其实在往后所有调查上面发言真的要谨慎，不要随便背书那这样不但会是伤了他自己也会伤了民意。李轩。其实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家属看到这第2份调查报告一定会非常的心痛。他会看到他的儿子在一个官署，在劳动部里面，竟然遭受到这样子的对待，凌晨4、5点上班，但是没有打卡记录，然后逼他用700多万的这个经费，那要交出3000多万的这个计划，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对于家属来说，到底要如何去接受？一开始所谓的利益良善，一开始何佩珊还告诉大家，还谴责大家是文官有邪恶，但是问题是这一份的 B 版的调查报告，到底能不能佐证说我们真的把事情完结篇了呢？因为还有太多没跟大家交代的地方，包含刚刚大家一直讲的这个所谓就安基金的使用。昨天那份调查报告轻描淡写的说，现在司法机关已经在调查了，所以不在我们这一次的讨论范围之内。这何尝不是一个又想要断尾求生的一句话呢？今天我们把断点设在了这个谢宜容，但是这一份调查报告里面，多少次我们看到谢宜容曾经说，我跟署长很好。我跟部长可以直接通电话，这不就是代表跟下面的这些基层的公务员说，你们最好不要给我乱搞，你们乱搞我背后有靠山。所以这个靠山在这个所谓的官官相护的报告里面显现的一览无遗，就是我们到底背后还有多少的靠山，在现在的赖政府里面，还有多少人会有怒不敢言。而这份报告看起来就是寻求一个断点，未来应该要更多的
就业安定基金这些劳发基金要怎么样使用，应该要更有制度化的去进行，而不是今天就只停在这里，今天就只停在一份调查报告，把所有的错推给了谢宜容就了事，然后呢，完全没办法展现说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样正视在所谓政府部门里面的这一些鬼故事的发生，应该要怎么样制止，甚至在这一次如果没有吹哨者站出来勇敢的说这个吴姓的公务员他是被霸凌轻生的，这件事情要如何来凸显？可能到现在我们都留在那个利益良善的报告里面，甚至我们都留在一开始这所谓的单纯的轻生事件就没了。那你要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吹哨者，所以未来立法是非常的重要的，包含这个反霸凌的立法要立专法，再来是吹哨者也一定要保护，否则这些人哪敢以后遇到事情还要站出来讲呢？孰令自知了哈，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而且这么多年这样霸凌这个属下，谁让他这样做？那一个官员能够这样子干吗？可以这样无法无天的干吗？到底，因为他还有很多其他离谱的事情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好，那么检调呢，这个动作也很迅速哈，把谢宜容这个羁押禁见哈，理由新北地检署说呢是说标案图利厂商，他有标案哦，图利厂商哦，然后呢为他自己量身打造办公室，所以办公室里面进去简直是非常精致啊。那谢宜容现在被羁押以后，住在4人房里面。说他的心情很平静，那每次会告诉我们他们吃什么哈，他吃什么呢？昨天晚上吃了卤猪脚、客家小炒，然后呢蔬菜、笋片汤，今天早上喝了吃了什锦汤面，但你看名称觉得好像比我们还好了哈，但是实际上我不知道那个菜到底做的怎样哈，不过大锅菜应该也不会太难吃了哈，什么好吃大概也不会了哈。那现在劳动部说还应该有3个事情要交代，调查没完成，第一个就是职场霸凌法制漏洞没有补，就业安定基金滥用争议还没有解除，公务员劳动条件还是很恶劣，对公务员的保障其实也不够啊。那另外呢，劳动部重启调查，为什么不查就业安定基金的滥用？洪胜汉说要检调再处理啊，检调处理，现在司法处理我们就不处理了啊。所以呢，黄国昌说他到台北分署去查公款买礼盒到底去哪里了。他说政府处理谢宜容是断尾求生，不敢去抓后面的大官，只有用他就算了，就是他了到这边变成一个断点啊。那这个劳动部洪胜汉说绝对没有包庇他，因为呢这个谢宜容用公家的钱买的礼盒都不见了，他就看礼盒没有了，奇怪了，那礼盒到底送了谁了？怎么都不见了哈？那另外呢，就业安定基金朝野共识，今年要砍预算3亿了哈，3亿他到底在不在乎也不知道。吴子嘉说，许明春还能选高雄市长吗？我们看一下。跟你们公文往来，我必须要老实讲，对我来讲真的太痛苦。单枪匹马直奔新庄北分署，全院先前劳动部用就安基金购买的礼盒不知下落何处，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直接找上代理署长问清楚。现在有没有在北分署里面？有还是没有？没有，我只听秘书有说这些就是交给分署长运用，是事情发生之后才来带的。一度想要考察北分署，最终不得其门而入。刚好在这之前，11号劳动部霸凌案也有最新进度。劳动部霸凌案件发生了1个多月过后，现在悼念吴姓员工的花束依旧摆放在北分署门口。如今随着调查报告出炉，现在大家也可以厘清当时候谢宜容的种种无理要求。最新调查报告揭露，像是谢宜容在过目同仁提交的活动简报资料之后，曾怒气冲冲问同仁是不是把长官当成垃圾桶，通知对方是 trouble maker， 还拍桌摔公文，最高纪录1份公文退回修改，
45次之多，改的次数会达到45次以上。你拿给我的东西，你当我是垃圾桶吗？显然，那同仁的在反应上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在是说他提出来的报告事实上跟垃圾一样哦。想骂多久就骂多久。其他北分署员工也透露，谢宜荣习惯频繁要求主管面商，不告诉对方要谈什么，任由其他人在办公室外排队酒后，并会在上班日的午后要求分署员工在走廊集合一起跑步，没有到的人会被点名质问缺席原因。谢宜荣跟他的好朋友有约好要一起跑步，然后呢，他就在办公室里面利用办公的时间，要求同仁要陪着他一起跑步。那要从1楼跑到2楼、3楼、4楼，不去跑步的话，可能还会被分署长揪出来，然后一一的来询问他们为什么不跟着他跑。各种超乎常人想象的脱序行为，在过去的分署里面天天上演。我是觉得，目前洪胜汉上台之后，试着用比较低的姿态，然后用所谓的同理心啊，来面对这个谢宜荣他可能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是他要表现出来的一个样子给大家看啊。他今天出来这个调查报告，你觉得跟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任何差别吗？有任何差别吗？你顶多知道说，我们都知道他有退公文、摔公文，你顶多知道他退了45次嘛。那你说骂人，我们都知道他会把人叫出来骂，他顶多你多知道了骂了30分钟嘛。那你们都知道他有叫人家去跑步，很夸张，就要把他当做小学生一样这样去操，说为了你的健康着想。那顶多我们现在知道他跑了20分钟嘛。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份调查报告的意义在哪里？我坦白讲，你如果真的是看在整个的霸凌的过程当中，以及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冰山一角，背后有太多的藏污纳垢的状况来看的话，我根本觉得洪胜汉这个调查报告有讲的也没讲。等于过去一段时间把所有的媒体报道通通拿出来整理一下，就是这份调查报告了，不是吗？那我们因此而觉得，他好棒，他做得很好。我觉得他只是因为这才第一点，然后表达出同理心，因为过去的谢宜荣一点都没有同理心，我觉得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恶魔，他可能心里是有病的啊。那其实某个程度来说，当你拥有权力之后，你别人看起来在你眼中就如草芥一般，过去是像这个样子。那我觉得今天洪胜汉只是比较像个人而已。那事实上，你一个劳动部长像个人，这样子有很伟大吗？所以回过头来讲，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事情，我真的觉得他在断尾求生。我觉得他们在画防火线，他一贯的就像民进党的政府过去这段时间一样。今天劳动部这个事情，你背后很明显的，因为你后面有很大的靠山，你们不管是这个陈菊一刮下来，或者从这个许明春，总而言之，有一群新潮流系的人在那边看起来，反正总而言之呢，一山还有一山高，你都不用担心在他们的护翼底下你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夸张嘛，你对人家霸凌的霸凌，你去 A 钱的 A 钱，然后你说这个就业安定基金这个钱几百亿就这样随便你花，而且你看看这个花，它不是只有花在劳动部他如果说真的需要的话，陈其迈要对不对？我调给你什么25淑女随便你花。你今天的话，所有的这个各个地方的县市，就是高雄市拿特别多，所以它这个已经到了跨部会的使用了。你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他有去检讨吗？如果真的有去检讨的话，那请问你这个就业安定基金要不要人家审查？要审查吧。审查委员是谁？要不要列出来大家看一看？那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可以花那么多亿？那这些审查委员他们负起责任了吗？洪胜汉也是审查委员啊，那要不要出来交代一下？所以这个就业安定基金，如果说你今天检讨半天，你只是拿出一份透过看起来媒体当中都报道过的就业报告，然后呢看起来很有同理心的样子，表示一局同行之类，这样代表是你的劳动部长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吗？你今天如果你愿意处理就业安定基金，我觉得你有在做事。你今天连碰都不敢碰，你说你不是画防火墙吗？另外，这个调查报告你现在拟出来了一份了，对不对？那请问你，那上面那一份是什么意思？那上面那一份写的人是谁？那这些人都不用负责任吗？我就说过好几次了，次长许传富不也就是菊妈的爱将吗？那这样的他在他的眼皮底下找了劳动部那么多人，组了一个调查小组，出炉一个调查报告，写出利益良善，他们不用负责任吗？你就摆明的是你在官相护嘛。对你们来说的话，一个人死了，你们心里有任何的遗憾吗？你有看他出来道歉吗？没有啊。那然后这些也不用处理吗？如果你今天愿意去处理当初所谓的1.0版的调查报告的这些经手的人，
那我也觉得你有在处理事情，你都没有嘛？调查报告的1.0版怎么样弄出来的？你也没有给一个交代，你也没有做任何的惩处。就业安定基金怎么审的？可以审出这个钱这样随便你花，你也没有做出一个交代来。你现在只是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哎呀，我也好觉得很心酸。我也觉得谢荣很夸张，他怎么可以这样骂人骂30分钟呢？他怎么可以退工退个45次呢？这样子是什么意义？这样子那就跟名嘴一样不是吗？就跟评论者一样而已啊。劳委会因为他现在的劳动部，因为他主要管理的业务都是一些相对的弱势团体，这种的部会它最可怕的就是因为它是掌握资源的，所有跟他有关的都在看着他要分钱，所以像这种的部会，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而它就是那个生态系统的所有的动力的来源。任何在那个体系里面生活的，只要跟他脱钩了，他不喜欢了，都会活不下去。这是劳动部本身，它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同时又是民进党长时间的主场，是民进党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的时候，它一定会出问题。那现在呢，这个事件到今天，到洪胜汉当他们公布这份调查报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果然官字呢两个口。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犯罪事实，前一份的报告告诉我们说呢，利益良善，所以看起来就是准备要高举轻放。洪胜汉也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新事实、新事证，但是呢，做出了呢相反的裁定，他反而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要怎么去论断它？官员本身呢有很强大的自由心证的空间。今天呢，前面的这个自由心证认为呢，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后一个呢，觉得我要呢媚俗从众一点，我要符合社会期待。我同意洪胜汉呢，如果做这个裁定，他符合社会期待。可是他跟前一份的差别到底在哪里？那么以后的任何的这种公家机关里面的内部调查的行政调查的可信度到底在哪里？每一个他都可以换一个官员呢，换一个时空，换一个呢社会气氛之后，他都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谢宜荣今天呢被积压进监，不是因为他的虐待、他的霸凌，是因为他贪污。好，那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刚刚呢，大家提到了，我有蓝轩也提到了，就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面，以前我们跑新闻的时候，我们知道许多的部会里面都有小金库，但是今天呢，在劳委会这个封闭的生态系里面，它不是小金库，它是个大金库。这个超级大的大金库，在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我觉得我们起码应该要求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刚刚的蓝轩也提到了，之前我们也提到了，洪胜汉呢是这个就业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请问你在过去这些钱在使用的时候，你们这个安定基金是怎么审的？就是你作为委员之一，以及呢这么多的委员，你们过去的3个月开一次委员会，你们知不知道这些钱是这样子被使用的？还是你今天不回来当部长，你就不知道？第二个，今天我们知道的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它一年有200多亿啊。现在的基金的本体呢400亿，过去呢这么长时间累积的基金，几乎每年呢都是大量的使用，请问是怎么用的？那对于这种非盈利循环基金，它是非盈利循环基金，它不进立法院了，所以你问任何一个立委都不知道。那问题来了，在过去大家就纵容这种封闭的生态系里面的大金库，每次呢所有的所谓的这些委员会开会都是官相护，睁眼闭眼就过了。那以后的非营利循环基金，我个人建议啊，我觉得所有的政党把自己的立场跳脱开来，所有的媒体人想一想，我要求呢，未来所有的非营利循环基金呢都应该公开上网。我为什么不可以看得到？你的既然是劳动安定基金，你所有的使用都应该要公开上网。我上网就要看到你呢200多亿呢是怎么花的。第二个，未来的所有的委员不能够用这种的配置方式，这种配置方式全都是你自己的人啊，而你是分钱的人。那些呢所有的委员，谁敢跟你质疑什么？你给他的任何的，我认为他连账目都不敢看。所以未来的这家安定基金里面，一定要有像是呢独立的董监事一样，政党代表应该要进来，这个里面全都是你们自己的。即使洪胜汉过去是委员的时候，你也只是劳团的代表。即使它里面呢有3个地方政府，3个地方政府全都是绿的。
民进党在地方里面一共才4个县市而已，3席代表全都是绿的，在监督个什么东西呢？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劳委会本身劳动本身已经烂了。它的烂是因为它生态系呢本身呢就已经出问题了，而且外控的机制呢是完全不存在的。那200多亿怎么花的？亮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基本上了哈，就是说劳动安定基金是比如用外劳啦等等外佣啊，雇主都要拿钱出来了。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照顾的这个老人的话呢，每个月拿2000块。这个工厂呢2500，然后这个营造什么3000、3500，那个钱是说因为用了外佣，所以本劳会受到影响，所以那个钱要来等于是来补助本劳的，不要你们这样乱花一通。另外就是我在想说，这些当官的，一般做老板都要想想孟子的一句话，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军事诚如手足，则陈氏君如父心；军事诚如犬马，则陈氏君如国人。军事诚如土芥，则陈氏君如寇仇。你们这样子管理，这样子这个领导，这员工怎么会服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对这个死刑到底会不会判啊？还有大法官的态度。都引起大家的瞩目了哈。那死刑，因为大法官释宪了，虽然说这个死刑合法，但是呢也是加了一堆条件，比如是到时候呢什么法官要全部都同意啦等等一堆哈。因为现在的法院呢，1审有时候是1个，到2审就3个，然后呢到了3审可能5个，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你要通通同意哈。这个有的时候法官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啊。那因为这个叫陈延祥，他杀死了他的妻子、儿子、妈妈、妹妹、大嫂、侄女，那这个说呢，这个因为他自首，所以给他减刑，而且当时好像他有时候就呼救啊，等等要减刑，但那他的家人活的就是很生气啊，所以他不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呢，他太太劝他不要，他不管了，太太冲进去救儿子，儿子还是跟太太一起都被火烧死了哈。那所以他原来是判死刑的，现在因为改成无期徒刑，所以这次的大法官解释以后，第一个本来应该死刑的，现在变成无期徒刑那他的家属哭泣说：“你们救的是恶魔啊！这个恶魔，这个人不是人了人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情呢？你们干嘛救他呢？然后呢是说他自首了。”高院说，凶手呢并不是狡黠阴暴之人，没那么坏了。你们讲的那么坏，没那么坏了。虽然38个人，但是本性没那么坏那高检署说应该判死刑，会研议要上诉了那另外呢，家属骂法官说你们救的是恶魔，的确怎么忍心这样子那这个所以呢，吴宗宪委员是说大法官否定民意，讨死判决。袭来，就到时候很多该判死刑都不判了，而且原来的几个呢死刑犯现在到底怎么处理呢？也是蛮大一个问题那大法官被提名人的王碧芳是挺死刑，其他都不讲这廖福特呢，他虽然说他是挺废死的而且呢他其他是疑问对判决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有这些判决我不知道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这会应该讨论以后呢迈进。应该是进步的意思就是看起来他还是挺废死的。我们看一下。纵火烧死8个家人，新竹正义轮胎行的小儿子陈彦祥1审被判处死刑，2审法官却采许他自首条件减刑为无期徒刑。对此，高检署表示，陈彦祥基于杀人直接故意放火造成8个人死亡，符合宪法法庭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判死条件中，犯罪情节达到最严重之罪行，应判处死刑，将提起上诉。这个怎么可能是符合自首呢？他根本就是现行犯，希望高检署那边可以就是上诉到底，然后希望就是这次的法官真的千万不要再
在那个提醒那些律师为了废死而废死。家属指控，每次开庭都像是在伤口上撒盐，二审宣判犹如司法在胸口猛刺一刀。立法院审查司法院大法官人事案，大法官被提名人王碧芳也被点名问判死争议。我在29年前我就遇到一个杀人案，一个小女孩的一个清纯的照片，跟她那个尸体，跟她的大体几乎被开膛破肚的，她妈妈的那个哀戚的面容，也真的就很像跟着死去一样。如果犯罪情节那么严重的话，如果没有相对应的一个像终身监禁不能够假释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话，只有采取这样一个方式才是一个罪责相当。你可能会也是倾向于必须要罪责相当，包含极刑，就是死刑，让他彻底的隔离于社会。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废死议题在纵火犯二审逃死之后掀起讨论，二审法官给予加害者改过的机会，又有谁能给被害者活着的机会？高检署后续也将研议提起上诉。现在台湾是死刑是一样合宪啊，那我相信这个大法官当然有自己他不同的立场，那不过不同的立场还是要回到以民意为依归。那我觉得大家最不能够接受的是说，如果今天台湾社会是这个在无期徒刑没有办法建立完整的制度，那大家会不相信，就是说，那你这个判了无期徒刑之后，有没有未来又不断的有减刑的空间？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司法的正义。我相信这样子的这个信任度难怪这个社会大众会有很多的疑虑啦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大法官有他的这个高度那也有他的这个中立性。但我们希望就是说在不同的个案当中，还是要回到不同的个案，依照不同的个案的情节，当然也要了解就是说受害者家属的心情以及社会的民意，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香龙。今天我们在看待死刑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关于一个死刑犯为什么可以无期可以死刑，请问你跟我们刚刚在讨论的前件事情有不一样吗？同一个行为2份的报告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做出来的行政裁量是南辕北辙的。因此法官本身当你废掉死刑了之后，你的新增的空间有多大？你的新增的空间呢无比巨大。他到底是自首？还是他根本就现行犯，你就应该逮的。不管他是自首或者现行犯，烧死8个人，你该怎么样论断？换一个法官呢，会不会不一样？这个空间就不存在了。你知道，今天当我们刚刚在讨论谢宜荣的事情，就这个因为被霸凌而寻短的这公务员，他还有能够讨回一点呢，他的委屈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呢，这中间呢还有呢裁量转换的空间。可是当你把死刑废掉了之后，这个空间就不存在了。今天换法官也一样啊，就是已经没有法官敢这样做了。今天的所有的大法官的审查，民进党长时间把他的意识形态用他的政治正确不断的渗透到呢我们的法律体系里面，即使明明知道台湾社会。即使台湾社会里面超过80%以上人长时间非常坚定的反废死，可是民进党只要执政了之后呢，他就是霸王硬上弓，婚姻查压力造，用各种的手段呢把它法制化，把自己的政治正确借着自己执政的时候呢法制化，这很厉害吗？这是独裁。你在乎那些老百姓的反，你在乎民意的反应吗？你如果真的觉得呢，老百姓的民意是你关注的，你选举的时候你可以大声的讲，把它当作是呢一次选举，或者是呢公投的题目啊。台湾是有公投法的，为什么不能够用公投针对这种的议题？公投不能够处理台独问题，公投处理废死问题还客气嘛？所以我不知道民进党今天呢到底在急些什么。而这些的大法官本身除了践踏呢大家对法律的尊严，知道。官是2张口，嘴是两张皮。所有今天呢提名的大法官，就算呢有一个出来说呢，我反废死，有用嘛？在大法官的体系里面，他发挥不了作用的，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不是对废死或者反废死呢有任何立场，可是只要我每次访问受害者，我坦白讲，我都受不了。我没有访问受害者的时候呢，我都可以轻描淡写、云淡风轻的过我轻轻松松的日子，我不会觉得废死或者反废死是件多严肃的事。可是只要我访问过一个受害者，他们所描述的，他们从他们的亲人受害的那一天到今天为止，不管过多少的时间，他们没有一天出来过。
那他们所期待只是法律呢还给他们一个公平正义。这个人被判死刑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生活会改变什么？他们最好的人生早就已经被毁了。可是当这些人生要成为现在的这些大法官或者是政治人物装模作样的，我说民进党真的该认真检讨，因为美国的选举，美国这一次的选举，所有的觉醒运动的主张全面崩溃。民进党过去跟着觉醒运动走，主张同婚，主张废死，而且觉得都要走到100%。可是呢，当美国现在在走反觉醒运动的时候，就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他没有绝对的对或者是错。可是民进党一定要把自己的政治正确，用这种的法律偷渡的方式呢，变成实质上面的制度，我反对。这种的做法呢，是真的是太霸道了，你也太不在乎呢这些的受害者，或者在法律上面跟你有不同意见的人。美国并没有废死啊，你看到呢这一次31个州还有死刑，不只是死刑，而且你看到这一次呢，川普呢是公开讲针对呢贩毒、人口贩运，他建议呢是能够尽快的执行死刑不是什么硬道理。所以今天呢，不要用废死的那个高帽子往自己身上戴，而且认为呢只有支持你废死的人好像比较高级，那个时代真的过了。民进党所以都不在乎哦，什么核电啊、死刑啊，什么都不在乎。很简单，选举只要喊出抗中保台，他就那40%的票，那40%的票是最大保证，其他他就没那么在乎。徐小新踢爆大法官被提名这个廖福特说家里盖违建，廖福特呢好像不知道怎么讲哦，也蛮尴尬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说赖清德现在很担心呢，台北市跟桃园市长，民进党到底要推谁，能赢吗？哦，那说这个其实呢，这个赖清德主义的是郑丽君，但是呢，民进党的派系是力推苗博雅。哦，那我认为郑丽君和苗博雅都赢不了蒋万安了啊。那本来是说王世坚要选，王世坚说没考虑过。王世坚说是苗博雅、吴思瑶、庄瑞雄都很好啊。那吴思瑶说呢，我也不超前部署，目前把我的立委工作做好就好了啊。那郭正南认为苗博雅只是箭靶，啊，赖清德真正喜欢是郑丽君。不过就是说到时候，而且苗博雅连立委都没选上，选什么市长哦？不过呢，这个也要看到时候民调了。如果民调郑丽君也很烂，何必牺牲一个行政院副院长？所以目前呢，其实都预测都太早哈。那桃园说呢，现在有张敦涵、彭启明、王玉川被点名哦，到时候呢可以去挑战张善政。我们看一下。我没有考虑我自己。讲到2026台北市长选战，呼声高的立委王世坚说自己没考虑。再 Q 3人选，除了日前被点名的议员苗博雅，还有立委吴思瑶、庄瑞雄。被黑拿，这个是大家好意捧场的吧。守备范围在南台湾的庄瑞雄感谢台举，台北这仗对绿营来说确实棘手，因为摊开 TVBS 民调，台北市长蒋万安市政满意度54%，吴思瑶再点这一位挑战艰困选区。大家都说台北是非常艰困的区域，如果王义川也能够在台北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自己也非常欢迎。不过刚递补进国会的王义川被点名的战区，恐怕还有桃园。TVBS 民调显示，张善政满意度达53%，绿营忧心找不到人来挑战。除了王义川，环境部长彭启明、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也被视为2026桃园选战黑马。那我有点像张无忌，就是这个各种武功大杂烩。张敦涵虽然不是桃园出身，但过去在郑文灿任内担任新闻处长，熟悉桃园政治生态，被党内视为一张好牌。至于彭启明回应，唯一目的做好气候变迁，其他政治职位都没意愿。无论是哪里出生的人，他跟台湾的每一个县市一定有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或者是他的工作经历上会有一些连结。最重要的是爱这个地方。虽然赖主席喊话党内别谈2026选举，但绿营艰困选区或许不能不提早布局。先问美玲啊，桃园现在情况怎么样？
桃园市哦，目前是这样啊哈。我看到那个赖清德在说他这个很忧虑啊哈，然后要看桃园市下次能不能拿回来。我觉得这个阶段他担心过早了一点，因为现在目前是真的人选难产，而且这个状况不但是赖清德他很担忧，那事实上我知道的基层的绿营的民意代表们也很焦虑哈，因为等于现在没有母鸡嘛。那以前在桃园清一色就都是郑文灿的子弟兵，但现在看起来郑文灿应该是彻彻底底的垮台了，所以现在群龙无首，其实他们也很焦虑哦。那要说谁要来选桃园哈？从最早有人说，黄世杰可能会卷土重来，所以才给他了一个部长嘛次长，然后后来看一看好像不太可能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有人在讲说，那可能会是王义川这样哈。那但是也没看他来桃园了啊。那接下来呢，又有在讲这个张敦涵。那因为张敦涵以前做过这个桃园市政府新闻局的局长这样，所以可能只有这个渊源在，但也没看到他下来。不过最近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环境部长彭启明，他倒是蛮常下来办活动的，有时候办一个减塑活动，他亲自下来做宣传，然后有一些里长啊、领长啊，他就送小礼物啊，我觉得蛮特别的啊。那可是最近呢，跑得最勤的应该是那个何志伟。好，那就有人地方也在盛传说，好像是要请何志伟下来选，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突然间何志伟最近常常来拜庙，桃园有很多指标性的庙宇啊，哈，他最近几乎都走遍了啊，那也会把这些地方的这个绿营的民意代表把他带出来哦。但我觉得啦，哈，就说传出这么多的这个人选哦，显见其实绿营现在哦，可能没有人愿意跳出来在桃园来挑战张善政，因为我们最近也看到张善政的民调非常的高，满意度非常的高，那过去刚刚换张善政上来的时候，桃园的人是有一点不习惯的，因为呢，郑文灿真的是长袖善舞，然后非常善于应酬，大大小小活动，他一天可以从早上6点跑到晚上大概凌晨2点这样跑法，所以刚开始大家不习惯，可是后来发现了张善政他不喜欢交际应酬，但他做事非常认真，所以脚步稳健，那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哦。但最近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张善政做得太好了，反而看到我们中央统筹分配税委对桃园很不公平，6都倒数第2。而且他们还用一个理由说，张善政非社福支出，包括冻卵补助啦，包括这个营养午餐免费啦，做太多了，你社福做太多太好了，我还扣你补助款1亿哦。所以我不知道这些跟选举有没有关系。不过我想，不管是谁要下来选，我觉得张善政的团队是准备好了，就是把市政做好，就是最好的应战。张善政是实实在在一步一脚就做了。所谓台北市呢？现在这场选举之前，刚刚那个死刑的话题，我想要先讲一下哦，就是很多人都在讲质疑说法官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哈。法官在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合法的惩罚者，我们没有办法去用私刑惩罚，我们只能期待法官法官应该是让犯罪者知道犯罪的代价。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案子的高院的法官说什么？他去帮这个犯罪者说，他不是皎洁故意的啦，他是自首的所以我要帮他把死刑减刑成无期徒刑。听了以后不觉得很讽刺吗？法官他不是让这一个犯罪者去知道犯罪的代价，他还要想办法去帮这个犯罪者找减刑的理由，所以难怪家属会很难过的说，你在救的是一个恶魔。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次大法官把死刑的门槛搞那么高，台湾从此以后不再会有死刑。刚刚讲到，再来回到这个2026这个选举的事，其实2022年的市长选举的时候，就已经有传出这个郑丽君可能会来挑战台北，但是后来没有。那我们就听说郑丽君其实对于选举是没有兴趣的，所以2026年他可能也不会出来哦。那前2天传出苗博雅的时候，我就在开玩笑说，之前柯市长曾经说黄国昌一个抵5个民众党的立委，那现在赖清德难道要说苗博雅一个抵23个民进党议员，4个民进党立委吗？所以一个落选的立委，然后可以代表出来选民进党的市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荒谬，这凸显民进党一个困境，他们在台北市都没有人。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所谓的布局啊，如果说民进党还是要持续的搞这种抗中保台，像双城论坛给你东卡西卡，我觉得台北市民是不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用意识形态操作的。所以你派了一个高度用意识形态在对立、在制造这个政敌的候选人的话，那肯定在台北市是没有票房的。所以现在看到很多说到像王义川苗博雅这2个人，不就是一个仇恨值非常高的？如果要去选一个首长的话，恐怕不能派这种
高度仇恨值的人出来选首长。南萱。